当萧炎带着有些着急的心情几经辗转赶往星陨阁时，却发现有事儿的不是星陨阁，而是炎盟。从药老口中，萧炎得知1年前一名为狮鸣帮的宗派突然间开始大肆征伐，其宗派强者所过之处无人能敌。仅短短不到半年时间，西北大陆便是有着将近一半沦落在狮鸣宗的掌控之中。而狮鸣宗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正是魂殿搞的事情。至于魂殿没事跑到西北大陆掀起战争做什么，当然是为了收集灵魂。中州势力错综复杂，是块硬骨头，西北大陆这种软柿子还不好拿捏吗？至于为什么不惜掀起大战也要加快收集灵魂体的速度，当然是为了酝酿一个惊天大阴谋。那么这场大战是怎么牵扯到炎盟的呢？唇寒齿亡啊！萧炎走后，炎盟经过美杜莎等人的发展，已经顺利成为了西北大陆足以排进前3的强大联盟势力。既然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就战吧。然而实力的差距不是那么好填平的，在魂殿这个挑事儿精的推波助澜下，炎盟的势力范围已经在几个月前大幅度缩水了，只能逐渐向着加玛帝国龟缩。药老也是在这个时候接到的情报，小医仙一行人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马就赶往了加玛帝国，就连青灵也随着一起去了。因为天蛇府的下场，对于魂族这一刻都不消停的操作，萧炎是很愤怒的。废话，老窝都快被人端了，我那沙包大的拳头早已饥渴难耐，魂殿之人都给我死！萧炎想要回去救援，现在立刻马上。药老表示理解并支持萧炎的决定，但不是现在，因为中州与西北大陆相隔太过遥远，若是飞回去的话，起码要超过2个月以上的时间，还不如构建空间虫洞来得快。因为自从上次使用临时构建的空间虫洞将小医仙他们送走后，药老便是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更加稳固的空间虫洞。若是构建成功，便是能够成为星陨阁连接西北大陆的通道。等日后萧炎掌管星陨阁时，便是能够让得星陨阁与炎盟彻底的联合。药老如此细致的考虑与安排，萧炎自然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又同药老确认了一些细节后，就听从药老的话休息去了。当然药典请帖也转交啦。虽然药老当时的表情淡淡的，但萧炎能够感觉到药老的心中并不平静。3日转瞬即逝，这天萧炎正在操练场中指点着周围那些弟子施展斗技时的一些不足之处。一名身着淡红衣衫的女孩在小姐妹的怂恿下站在了萧炎的面前。萧炎望着面前这微红着小脸蛋儿的红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叫做幽泉是吧？我听老师提起过你。实则内心尚还不足17岁的斗王啊，难怪老师会这般着重提醒。若非他老人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收任何弟子的话，恐怕这幽泉还会成为自己的小师妹。幽泉见萧炎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激动得连连点头。实则内心，偶像活的在跟我说话，怎么办？近距离看更帅了呢。少阁主，能不能打扰你一些时间，为我指点一下？幽泉红着小脸壮了壮胆子道。演练一下。萧炎微微一笑，轻声道：砰砰砰。看到冲自己笑得如此温柔的偶像，幽泉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连忙将最近方才修习成功的一道地阶掌法斗技施展出来。望着那将地阶掌法斗技施展得行云流水的幽泉，一旁负手而立的萧炎忍不住的点头，旋即出声略微指出了一些并不太大的小瑕疵。然后萧炎就见，在他指出这些瑕疵之后，几乎没多久时间，幽泉便是将之尽数修改了去。不得了啊，不得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属实是。萧炎这边正感叹着，就见打完一套掌法，小脸红扑扑的幽泉满眼欢喜的道：少阁主，幽泉打得怎么样？很不错。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迟疑了一下，又道：有件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什么事儿？闻言，幽泉连忙道：
萧炎左手成拳抵在唇边，道：“做我的弟子。”就感觉怪怪的，没想到自己也有说这话的时候。收幽泉为弟子其实并非萧炎本意，只是药老看重幽泉的天赋，但却并不想再收弟子，就只能萧炎代劳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啊！听得萧炎此话的幽泉却是一愣，旋即略微垂着头不说话。见到幽泉这反应，萧炎顿时就尴尬了起来。我第一次收徒就要被拒绝吗？就在萧炎尴尬的快用脚趾头抠出两室一厅的时候，幽泉终于是皱着小脸开口道：“少阁主做晋明弟子行不行？”此话一出，直接就将萧炎激得剧烈的咳嗽了一声。以自己现在的身份与实力，竟然也有被嫌弃的一天。也行吧，随你。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罢了罢了，反正教导的人不是他，究竟是记名还是不记名都没关系。得到肯定答案的幽泉却是开心极了，记名弟子真好，以后等他强大了，这个也就没什么约束力了，伦理道德什么的也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小贴士：有师徒相恋是禁忌的设定。此时的萧炎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纯的觉得自己被嫌弃了。若他知道这个刚刚收下的记名弟子心中所想，怕是将其逐出师门的心都有了。小小年纪的，嗡！萧炎无奈摇头间，心界之内突然剧烈地波动了起来，旋即一股若有若无的空间波动从心界后山处弥漫而开。空间虫洞构建成功了吗？短暂的愣神后，萧炎的眼中涌现一抹惊喜。幽泉，我先去后山一趟，等几日我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便找你师祖，他会教导你的。萧炎偏过头对着幽泉笑道：“是，少阁主。”听得萧炎会离开一段时间，幽泉的小脸顿时有些发苦，但还是乖巧的点了点头。瞧得幽泉那娇俏小脸蛋上的苦涩，萧炎不由得兴起，笑眯眯的道：“现在可不该这么叫。好家伙，活像一个怪叔叔。”是，老师。瞧得萧炎脸庞上的戏谑之色，幽泉的俏脸瞬间爆红，只能嘀咕着叫了一声。萧炎这才满意一笑，揉了揉幽泉的小脑袋道：“加油啊，希望下次回来你已经进入斗皇了。”旋即身心一动，便是化为一道流光，掠向了后山空间波动传来的地方。而幽泉望着萧炎那远去的身影，不由得垮下了一张小脸，喃喃道：“完蛋，竟然成了少阁主的弟子，那人家以后的机会不是变低了好多？不行，我不能因为一个记名弟子的身份就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幽泉握了握小拳头，然后对着萧炎远去的背影轻轻一抓，道：“老师同样也是能够培养的。”另一边，星界后山，一个约莫10来丈大小的漆黑空洞正缓缓地出现在一座峰顶的石台上，一股狂暴的空间之力自其中源源不断地暴涌而出，最后快速地扩散而开。“老师成功了！”萧炎欣喜的道。“药老微笑着点了点头，旋即转过身来看向萧炎道：“那个小女孩你见过了？”“见过了，天赋的确不错，若是好好培养的话，成就非凡。”萧炎苦笑着道。“收下做弟子了吧？”药老道。萧炎再度点了点头，旋即把自己被嫌弃了的郁闷告诉了药老。药老倒是对幽泉的心思察觉到了一二，但也只当是小姑娘慕强。一阵哑然失笑后，又摇了摇头，才道：“记名便记名吧，反正这些事儿你也不用操心。”“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萧炎点了点头，旋即沉吟道：“恐怕还要等几日。空间虫洞刚刚构建成功，还尚不稳定，而且在这几日，我想或许应该找一些其他的帮手。”药老道。“其他的帮手？”萧炎眉头微皱，能够拿得出手的自然必须要达到斗尊层次的强者，但星陨阁能够拿出10几位氪金长老已经是相当的不错，其他的还去哪里寻？对此药老表示，只需再等上几日，他们自会上门。因为在萧炎归来之时，药老就已经放出消息，广邀强者条件斗尊，
报酬每人3颗8星丹药。究竟是几色丹雷的8品丹药，则是各自的实力以及所出贡献来论。开玩笑，那可是药尊者耶，那号召力还用多说？接下来的几天之中，星界变得格外的热闹。最终药老在那些个受邀而来的强者中挑选出了20位强者，这20人每一人的实力都在3星斗尊以上，其中有着3人更是达到了8星斗尊层次，仅仅是比萧炎若上一线而已。现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星界后山，几十道身影悬空而立，在那众多的身影身前，萧炎淡笑道：各位，想必你们应该也是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等抵达西北大陆后，我希望各位能够听从我的调遣。少阁主尽管放心，一个区区蛮夷之地的势力算不得什么。那20名受邀而来的强者也是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一名红脸老者又中气十足地笑道：少阁主不用担心，我们受药阁主之邀，自然不会中途变卦，毕竟报酬可还只拿了一半，那便麻烦胡老先生了。萧炎冲着红脸老者拱了拱手，笑道：这红脸老头正是此次邀请而来的20人中实力最强之人，8星斗尊。值得一提的是，这人还有2个胞弟，3人同出生时便是在一起修炼，直到如今谁也未曾娶妻生子，这般形影不离的生活也使得3人之间的默契极高。至于3人配合起来的实力嘛，这么说吧，这3人联手足以跟9星斗尊强者相战。我们这便启程吧。萧炎目光转向药老道。药老表面上点了点头，实则内心正密语跟萧炎嘀咕道：那些家伙只是受邀而来，不必完全信任。至于这10位氪金长老，你却是能够信赖他们，因为对于西北大陆的情报，他们知道的也比你多。萧炎看了看周围的10名身着星陨阁袍服的老者，忍不住的叹气，这老父亲般的关心还真是让人鼻酸啊。加上之前药老派遣跟着小医仙他们去支援的人，星陨阁几乎1半多的中坚力量都被抽调了出来。萧炎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害怕中了魂殿的调虎离山之计，药老一定会跟着自己一起去的。药老看到萧炎的表情时，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微微一笑后，袖袍一挥，那巨大的空间虫洞就开始了运转。萧炎，这是虫洞卷轴，上海卫在另一边确定坐标，你们到达之后，只要寻个安全的地方将之撕开，便是能够形成通道，并且永久性的连接到此处。药老屈指一弹，一卷黑色卷轴便是飞向萧炎。萧炎小心翼翼地接过这铺满着空间之力的卷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旋即大手一挥，走，就领着一行30多人浩浩荡荡地对着那漆黑的空间虫洞飞掠而去。加玛帝国，大哥二哥，彩铃，我又回来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如果有喜欢的动漫想要牛奶更新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牛奶将会根据点赞量考虑更新。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